别招女观众喜欢的大明星何润东先生，有请何润东。何润东多栖艺人集模特、演员、歌手、制作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。他是玉观音中桀骜不驯的毛杰，是风云中帅气深情的步惊云，是三国中英勇不凡的吕布，也是楚汉传奇中气魄盖世的项羽。从偶像剧到年代戏，从武侠剧到历史剧，他的形象健康阳光，角色涉猎广泛，是业内公认的兼具偶像气质的实力派男演员。哎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我是 F4的成员啊！没有，怎么叫The Peter 好的？都可以，坐。哎呀，比电视上显，比屏幕上显得小哎。对，因为我的棒球嘛，然后带歪嘛，会感觉年纪小一点，装嫩。你装得很成功。OK， 我一向都如此。这是可能在中国，在大陆上最 sharp 的一个 interview。准备好了 ，Peter。OK， 我开始手在抖了已经。没有，你的经纪人没跟你说吗？没有，他只是说你非常和善，然后讲话呢一点都不毒，是最温和的一个主持人，最温和的节目。我相信我的经纪人不会骗我。那看你怎么表现了。金姐也是个好色之徒。到这个节目第一个环节，所有的嘉宾都是实问实答，就是 quick answer，好，好吧，准备好了啊。我觉得我已经站在悬崖上面了。演示了那么多角色，霸气总裁和暖男，在生活当中自己定位是暖男呢，还是霸气总裁呢？结合体。白天总裁，晚上什么暖男？有时候也会反过来。反过来。对。哦，根据对象不一样。对。哎呀，聪明 ，smart answer。好了，作为一个丰富经验的演员，哭戏、吻戏、打戏、激情戏，最擅长哪一个场面？好了，吻戏。吻戏。比较不擅长。啊，不擅长。对。没有了，其实也算。最擅长的。你说吻戏、打戏、哭戏、激情戏。好像每一个的比例都差不多哎。上可以。对。OK， 这回答中庸啊，小心了啊，给自己设完蛋了啊！拍戏的时候最怕导演跟你说哪一句话？我想一下，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。对，尤其是如果是吊威亚在空中的时候，飞了很多了，然后呢，他在监视器前面研究半天，对，然后我威亚还在我身上，再来一遍。哇，那个真的是。那个时候，因为你在那时候在演员在导演眼里，你不是演员就是一个肉，挂多少钱都没关系。对。因为我也调过威亚的，我太知道那感觉了。OK， 再来一遍。做制作人以后赚了还是赔了？投资方赚了，我赔了。哎，你不是制作人吗？我是，但我不是投资方。那个时候，制作《泡沫之夏》的时候，我因为新手上路嘛，我就想说，哎，电视台给我这个机会，投资我去当制作人，我就没有签约要什么佣金什么的。对，所以我就是比较像做白工了。把激情投进去了，自己没落下什么东西。对。但经验得到了吗？经验有得到了。好了，俗话说了啊，40不惑，现在还有什么迷惑吗？事业和爱情哪个更迷惑一点点？事业不迷惑了，爱情还迷惑的。对，还有一点迷惑。是还没上道呢，还不知道道太多，不知道往哪个道走呢。没有，找不到那个道在哪。找不到道在哪儿？对。是吗？又一个坑给刨进去了。完了，找不到道在哪儿。OK， 好了，塑造这么多角色，哪个角色最成功的？最成功啊？哪个人物觉得自己演的最好的？有一个，但是还没有演，还没有播，这应该是今年后半年会播，叫《钢刀》，是一个电影。然后里面呢，我是剃一个小寸头。钢刀是什么年代片吗？不是，是抗战时期，是部电影是吧？对。然后我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疤，然后这里都是纹身，是一个比较精神分裂、有一点变态的一个军阀。军阀。对。在这么多角色当中，这么多年，觉得这个是最过瘾的。对。OK， 好，特别期待。钢刀。对，钢刀。谈过多少次恋爱？真的这么数吗？你不要乱数啊！真的呀，我借一下你的手指脚趾。姐姐问这个谈恋爱几次，就是你真是用心谈的啊，不光是约会见个面都不算的啊，就是真是谈恋爱的。有5次吧。5次，你甩别人多呢，还是别人甩你多？比例差不多。你分手的时候都是和平平气气的分手呢，还打打杀杀的分手？
基本上都是比较平和一点。平和一点，对，对吧？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是吧？润东Peter 从来没让我失望过，他说特别信守诺言的，2年肯定结婚的。这句话说了几年了？说了很久了，我已经违约了几十次了，已经。是吧？对，爸爸都不追究你了，是吧？对他懒得追究了。那为什么呢？时间呢？一切都就时间，没有时间。没时间。对。那是故意把自己 occupy 的这么紧凑呢？不给自己留私下情感空间呢？还是确实没碰到合适的？别说，一会儿再聊。好。这个叹气特别好。其他都没什么问题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是 muscle 是从小就喜欢练这个健身的，还是什么时候开始练的？没有，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矮小，就小学5年级，全班包括女孩子我是第2矮的。发育晚嘛。对。然后呢，后来我长大了也是很瘦。我刚出道的时候也是我这个身高，但比现在轻16斤。你那1米8几？84。1米84，很好的高度。对。所以是后来因为。主要呢是因为我经纪人那个时候帮我接了一个内裤广告，对，然后我想说，内裤广告到时候这个广告会在很多地方会放着，那如果自己身材瘦不拉几的这样子，这个形象出来，我自己也会觉得很丢脸。怕啥？人家看的是内裤。那不行，那旁边的配件也得好一点。也得好一点是吧？对。1米84是吧？生命多不公平啊！对面坐了一个1米48的，你看。其实你都别提了，我说句实话，我也是跟他有同样的小时候的经历，从小个子很矮，对呀，然后长大了就不一样了，他长起来了，我还这样，就是那没办法的。所以你看，只能坐那边，还是拿着个临时工的工资，多不公平啊！真是的。加油，你还可以发育的。谢谢你骗我。没有，姐姐也去给你找一个纸尿裤的广告。好吧，人家做裤衩，人做内裤的，所以就练肌肉，咱做个纸尿裤趴那儿就行了。我也练，那没问题的。是从那儿开始练肌肉了，对，我就一发不可收拾，是吧？因为后来可能就是工作上需求嘛，我就觉得说，那个譬如说韩国啊，或者好莱坞的艺人啊，他们每一个都保持状态很好。对。那我觉得，如果我出去跟他们合作的话，就不想丢我们中国演员的脸。除了肌肉健这个。练器械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的运动吗？跑步啊，打球啊？我很喜欢打篮球嘛，然后我那个在上海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球队。球队叫什么名字 ？Nomad 游族。Nomad。对，游族。哦。对，就是游牧民族的意思。那这些伙伴们都在上海吗？平时？他们有大部分在上海，有一些在北京啊，也有在台湾。5月22号刚过的时候，我跟横店影视城一起主办了一个篮球比赛，打了3天。比如萧敬腾带了他的队过来，对呀。然后李想也带了他队，苏醒也带了他的队啊，然后也有台湾的一个联盟的冠军队又过去啊，然后我们在那个明清宫，就是拍《甄嬛传》那边，对，我知道，他那个大殿楼梯下来就在那边临时盖了一个球场，然后呢很酷，出场的时候球员出场要走下那个大殿那个楼梯的时候，还会放那个烟火，好穿越啊！对。这横店很热闹啊。对呀，我以为这拍电影很枯燥的一件事情。不会，横店蛮好玩的，很热闹是吧？对，因为很多朋友嘛，很多戏会在那儿拍。都在那边了。对。横店这是经济很发达哟。对呀。夜生活很丰富哟。好莱坞这个亚洲好莱坞嘛。是哦，真的。对。我从来都没去过，听说是很热闹的。姐，你啥时候也接个戏去溜达溜达呗？姐这么忙，我要去接戏，你不是失业了吗？那我跟你去演去。为了你不失业，咱还把这个金星秀给做好了吧 ？model、唱歌、演戏、制作人，这几个当中，你做的最成功的还是什么演员？应该是吧。应该演员。对，因为我一开始是唱歌嘛。对呀。然后唱得不好，所以才来演戏。我最爱听唱歌不好，因为我唱的也不好。你唱2句呗。啊，我唱的不好，所以才转行。你才唱的不好，我也唱的也不好。你随便哼2句，就你的成名曲。唱1句，就1句，我看能不好到什么份上。没有我你怎么办？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？好听啊！挺好听，这个不好啊。好听啊！哇哦，谢谢。好，那我有勇气了。没有，唱挺好，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吧？你不够忧伤。你长得太健美了。你一健美了以后吧，镜头吧，所有女孩因为为了保持女观众的尖叫的频率，必须把你放在荧幕上塑造人物。我们更需要何润东放在荧幕前演个壮男，女观众嘛。这个也不错。对。
由高希希执导的抗战题材电视剧《马上天下》近日在东方卫视热播。在剧中，何润东饰演战神陈秋实的儿子陈三川一角，他以出色的演技和专业的态度，完美消化了这个意气张扬、热血冒失的抗战新兵角色，让我们得以在这部战争传奇中领略到父子情、战友情的多番滋味。哎，你演了很多军人形象，哎，是吧？在电视剧当中啊。军人也还好，他不是一般的那种军人，他是一个野路子。他是个野小孩，他是比较莽撞的一个年轻人。对对对对，在一个战争年代，对，他有这么个军人的父亲，对对，有那么一个形象。对，哎，你当过兵吗？没有，没有当过兵，没当过军人，没有。哎，但你那个军人的气质，从哪儿是觉得寻找一下那个角色的感觉找出来的呢？我老以为你当过兵。我就跟你讲，我爸爸叫什么名字就好了。嗯，我爸爸叫何国魂，国家的国，灵魂的魂。我爸爸很有气势，就是他现在因为缩水了，矮了一点。对。年轻的时候1.8米，然后他现在一头白头发。然后呢，就是很有威严。那爸爸比你帅吗？感觉？哦，我觉得他比我帅。比你帅多了，是吗？而且他名字就很酷啊，何国魂，多有那种魄力。对。一来到我这里，何润车。何润东，这名字也很好啊。润物这个润多好啊。就很斯文了，我觉得就是很斯文。但你觉得这个名字像你吗？哇，我也不知道，他跟了我快40年了，我也没办法去判断。本身这名字什么意思啊？本身这名字起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那个这一代呢，这一辈呢都是要润，何润什么何。然后我爸妈喜欢打麻将，所以我是怀疑他是那个时候自摸了一个东风。儿子叫东啊，对，润东。对，要不然如果自摸白饼，何润白。对。何润东出生在台湾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，13岁和姐姐前往加拿大，15岁开始勤工俭学。在何润东的记忆中，相对于母亲的温柔，父亲对他却是极为严格，考试低于80分就要责罚。单纯的少年时期，丰富的打工故事，在如今的明星制作人眼里，都成为了宝贵难忘的生活经历。听说你勤工俭学的时候还卖过什么菜刀？对，有做过很多啦，有譬如一开始有在披萨店洗碗洗了2年，然后有摇过珍珠奶茶，然后呢有当了服务生，有当了生物家教。生物家教。对，然后卖菜刀啊，然后做过那种直销的也做过。卖菜刀我觉得是很恐怖的一个行业，敲人家门，然后带一大堆菜刀进去。那是多大？16岁吧，16、17岁。16、17岁。对，就是上门推销了。对，就是小男孩，你知道，在那边辛苦打工，然后为了自己可以多吃饱一顿饭。有。对啊，你看这么一说了，你会不买我的刀吗？哎呀，咱俩试一下吧。来，你敲门，我试一下，我看我能不能卖这个刀。哎呦，我想象不出那个画面来哈。就是一个小孩敲我的门。但这个刀感觉有一点那种，感觉我要去抢劫呀，这个。对，来敲门啊，到我们家敲门那个凳子，我来敲门。姐姐在家看电视呢，我正在看那个大陆有个女人叫金星秀的，哎，真好。快来敲门吧。call。谁呀？你好，我是住在这一区的一个学生，我叫 Peter。稍等一下。我能帮你做什么吗 ？Hello， 阿姨你好，你们现在在，你在看电视，在看？我看那个毒舌女人说话。金星秀，我也很喜欢看哎。真的？哎呦，这女人好毒哦，哎呦。但我觉得毒的女人很有魅力。是吗？对。你也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就是我在卖菜刀。什么样的菜刀？非常好的。但我平时不怎么做饭呢。所以现在可以因为这个菜刀有一个新的开始啊。人家说可以抓住一个男人，就先抓住他的胃嘛。是吗？那你这个示范怎么说？你要到我们家来切菜吗？还是怎么？对，很快，半个小时内就好了。关键我家没菜呀。没关系，我有自备。我看看什么刀哈吗？让我进去啊？这个拿着是凶器很危险的小朋友。没有，其实呢，你越利的刀呢，其实才会越容易避免你受伤，就是因为你菜刀太过不利，所以你要很用力的去切，才容易那个失控而切到自己。越利的刀子你轻轻一划就过了。
哎呦，对，来你要掌声给，你要我现在40岁来模仿我15岁做的事情真是不一样的。对对，以前就很单纯，所以呢，去很真诚的去会打动，对去卖，然后那些妈妈们都会买。当然了，妈妈一看哇，我不买的话，我也要，就是多可爱。而且作为母亲来讲，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有这么一种态度，将来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时，他肯定是很英语叫很 positive 的一个态度。对，这个特别重要。但这个经验对你以后塑造哪个角色有没有拿菜刀的角色呢？那我之前演了一个电影叫《爱情麻辣烫》，然后里面我是演一个导游，然后他也是哔哔叭叭一直讲，那其实就跟我那个卖菜刀有一点点像啊，对，就感觉有点经验那种回放的感觉。对，演了那么多大众情人啊，自己的感情，一直没有结果，是自己没有想结果，还是不想要结果？自己也会想要结果，但是呢，就算如果有了结果呢，其实我也觉得说，我不会想要公开。对，因为我自己私生活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呢，如果谈恋爱呢，就希望说可以跟正常人一样，不要有太多的媒体关注啊，或者什么。但是如果一旦结婚了，就结婚了啊，一定会公布，就大家祝福这样子。坊间说你曾经有个谈了7年的女友，真的假的呀？坊间嘛，你也知道。那我要听一听，但从坊间是坊间，但今天见到活人了，你给我嘴里说出来，有没有？没有，真没有，就是好朋友。好朋友。哎，那太可惜了耶，这不浪费资源吗？还好了。对，这个资源保留到以后给那个值得拥有的女人。对。哇，那个女人好幸福啊，这么幸运的，哎呀。希望明年，我爸妈是希望我真的最后期限一定要明年。对。明年是猴年。一定要有一个大闹天宫一般的婚礼，生个猴子出来。好了，那咱谈到这个问题，如果有了自己心仪的女人，准备把她娶回家了，以后在演戏当中选择角色的时候，会考虑到我的太太或者我的女朋友的感情吗？因为你演了那么多激情戏、吻戏，对呀。我觉得如果是我的那个太太，她应该能理解了，而且她是因为我工作的一部分嘛。我这从这个专业角度上，我完全赞同，能理解。但是作为从女人角度来讲，那个就很难，因为呢，尤其是如果她是圈外人的话，对呀，她未必能够理解，所以呢，就等于说需要适当的沟通了。对，但如果是圈内人的话，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。那假如说，他在圈外，他爱你，你也爱他，特别爱，两个人他说的，亲爱的，能不能为我接点别的角色？这种角色激情戏就让年轻人演，你就不要演了。你会为他放弃吗？我说我也是年轻人啊，还放不下那一口是吧？对，也不是那一口，只是有一些角色，他的配备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激情性，这样。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真的很棒的角色，对，然后因为这样子而去放弃了，会蛮可惜的。要根据角色来说。对，但现在是这么说了，到时候可能娶了老婆，她就要跟我撒娇一下，我就可能好吧，推掉了，不演了。推掉不演。对。演了这么多角色，接触了那么多女演员，会不会干扰你对一个最后终身伴侣的选择呢？有没有这个因素呢？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好，因为呢，我在演艺圈里面其实见了漂亮的女孩子真的太多太多了，已经多到我觉得外表不是最重要的，都不重要了。对，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没有见过太多漂亮女孩，我可能会一下子就被漂亮的外表给吸引住。对，但我现在等于说我比较在乎的是个性跟合不合得来。啊哈，这个就比较真实了。对，跟外貌没关系了。对。那快了，不拒绝。如果这个爱情来到时，你是不拒绝的。对，立刻大拥抱。你看，这还是没碰到核心的人。你刚才那个观点我特别喜欢。因为不是为了一个偶像的形象来维护，我来把我的婚姻给隐蔽掉，不是，只是没有碰到合适的。因为那种轰轰烈烈的什么恋爱，我在戏里面演很多了。太多了。对，但我就希望说可以平平淡淡的，然后呢，不要有外界的压力，不要有外界的太多的关注，这样子。这个美眉是那种个子高高的吗？还是瘦瘦小小的长头发的？还是短头发的？还是那种萌萌的那种？还是什么样的？我觉得没有一定哎，因为我觉得那些都是比较外在的一些东西。可以跟我们描绘一个画面，我知道你喜欢会画漫画的嘛。好，想象一下啊，大家想象一下何润东未来的妻子。好，可以高了，对。多高？不要比我高。1.65米到1.7米之间。哎，差不多。1.7米可以了，但是他不能穿太高的高跟鞋。太穿高跟鞋。对。你觉得还要有点小鸟依人的感觉。对，不要站在我旁边，我是这样看他。那不会了。对。好了，要高度。头发是直的长发呢，还是短头发呢？
先直的长的，现在直长长的，对对，然后他可能过了几年会想把它剪短，剪短了，对，生孩子肯定要剪短。说话是那种满满的台湾女生那种口音呢，还是那种温柔你快点，这个就有一点太 man 了，还是那种慢慢的。但是不要太嗲，不要太嗲，太嗲我也会受不了，受不了，不能太嗲，也不能太女汉子。对，需要有很好的事业心吗？有一点，要有一点，就是不一定是什么大的事业，但是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，有一个你想要去人生要达到的一个目标。你特别爱他，他也特别爱你，你们俩好极了。父母对这个儿媳妇不太感冒怎么办呢？哇，那这个是个大问题。对这个问题，如果你面对这种问题的话怎么办呢？对啊，这个比较麻烦，因为我是跟我爸妈一起住。很孝顺。对。你家就你一个吗？我还有2个姐姐。2个姐姐，最小了。对。啊，难怪呢，这个宝贝乖儿子哦。所以说最小那就要跟父母一起住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。对啊，要不然2个姐姐她们都嫁到加拿大了，然后就剩这个儿媳妇要娶进家门，要跟你过好日子以外，还要对公公婆婆要很好的。对。但我等于说我要当一个很好的一个中间人。对了。对。你这个角色特别重要。对，所以结婚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了。今天上了金秀，已经跟父母的爽约很多年了。想给个 promise 吗？还什么时候解决自己的婚姻的问题？算了，我觉得还是不要。Too many broken promises。对呀。对，所以先不要 promise。先不要 promise。对。但是在努力当中吗？希望了，讲是得这样讲。你觉得缘分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你把那道门给关上了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也没有，但你缘分呢，你必须要有比如人家说有缘无分嘛，就是说你有缘了，但是你必须要有时间去经营，才会变成缘分。对，你要有后续。初恋是怎么个感觉？是你看上那女孩，那女孩看上你了，还是她给你信号？还这个我记得。好，让我回顾一下。回顾一下。何润东的初恋。那个时候呢，就一起聚餐，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一起走，就看到一个女孩子，哇，长发飘逸，大眼睛，我觉得是仙女一样。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，我朋友就很坏，推了我一把，我就撞到那个女孩子，那女孩子就摔倒了。好大劲啊！是华人女孩是吧？华人女孩啊。然后我就扶她，就说对不起。然后我觉得那一刹那把她扶上来的那一刹那，过了大概10分钟，在我的脑海里就感觉互相那个电力一直。真的。对。然后后来呢，她也很害羞的说没关系，就各自走掉了。我就在那看着她背影看了好久，然后心里就开始已经。他也不知道怎么被你扶起来，你俩就眼睛这块交流了。对。那后来呢，就认识了吗？后来，然后呢，很久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嘛。但是我打听到他叫什么名字，然后呢，他在哪一个学校上学。对。然后后来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就拿那个电话簿黄页，他姓陈嘛，然后我就花了5个多小时找到他的家的电话。对，就一直一个打。请问谁在不在？对。然后那边说。没有这个人，然后一直不放弃，打了5个多小时，就终于找到了。对，找到了。然后呢，就跟他讲说，记不记得几个月前撞到你的那个男生？对。他说也记得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很想认识你啊，我很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出来看看电影。然后他就 OK 了。好了。哎呦，没有，这刚开始。2个人看电影了，看的什么电影还记得吗？我不记得，因为你也知道，初恋的时候你的焦点不是在电影，不在电影上了，你都是一直在这样看着对方。看电影时拉他的手。没有，第一次还不敢。对，但是会很想，比如说他手在这儿，会很想碰到一点点，碰到一点就很开心，就觉得很幸福。对，尤其是夏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肌肤碰到肌肤，碰到一点就，哇，好甜蜜啊！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初恋延续了多久？3个多月。3个多月。对。哎呀，要不分手，现在孩子都挺大了。也对啊。对啊。哇。对呀。我儿子就小鲜肉了。对呀。对。老肉的鲜肉嘛。对啊。哎呀，难忘初恋情人，现在就再没有联系了是吧？没有联系了。后来谈别的女朋友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个初恋女朋友的影子呢？我那个时候愿意分手的时候，我很难过。肯定的。那时候你觉得是女孩的错？对啊。是她抛弃了你。对。这么帅都会被人家甩了，别忘记了。说这个经验其实对你后来演戏、塑造角色都有帮助的哈。其实我都有帮助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们不可能，基本上我觉得不可能说初恋就一定是
最后的一个恋情，一定都会有被人家抛弃过或者有伤心的一些，那我觉得都一定会成为你的那个演戏的一些借鉴的部分。爹，娘，吃个苹果，然后导演喊咔，他就说东哥这样 OK 吧？你偶像是偶了这么多年了都，在他们面前就装嫩呗。对啊。广告之后，欢迎收看金星时间。我在跟朋友们聊的时候，何润东怎么，大家说的何润东很多好话之外呢，说了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。好，他说何润东就差一部好电影。对，就等着这一部。你认可这个观点吗？我认可。那我觉得之前，譬如说票房很好的《大闹天宫》，对呀，但里面我也是其中一个角色，所以它不能是成为我的一个代表作。对，所以呢，爱情麻辣烫我觉得很好看，但它是因为好几段故事。是。那钢刀呢，就真的是我跟李东学两个，然后所以这个呢，如果是真的是成功的话，是个好电影，就会是真的一个代表。你觉得演得很贵，但你觉得那部电影的故事立得住吗？立得住，OK。对，那好，你知道我对你有什么印象？你偶像就偶了这么多年了，对吧？你现在你给年轻人留点饭吃嘛。好，没有。别人不用，你现在还跟比你小好多岁的小女生还演那些偶像剧呢。但重点的是，我觉得比较惨的就是说，我现在不是要上《马上天下》吗？对。演我爸爸的张鲁一，他年纪比我小。哦，是吗？对。然后演我后妈的叶璇，他年纪也比我小。演我叔叔的印小天，年纪也比我小。然后演我真正把我生出来的那个妈妈，也比你小。她跟我一样属兔，一样的，比我小一轮。小一轮。我都快崩溃了。然后，你在他们面前就装嫩呗。对啊，爹，娘，吃个苹果。然后他们乖，孩儿乖。然后导演喊咔，他们就说东哥这样 OK 吧？我说好崩溃啊！对啊，好纠结啊！对啊，能不能演点跟自己年龄相仿的，对吧？但没关系，这个也是一种挑战嘛，是吗？对。好，其实很多观众可能比我要熟悉何润东多得多了，但是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何先生，我相信这个男人将来有一部好电影，你奠定你在演员的最佳感受。我不说地位啊，就是你的最佳感受是一个演员定位的。OK， 最后一个 question， 你给你自己定位在一个偶像演员呢，还是一个演员呢？就演员，但因为我不会去特别一定要维护什么偶像包袱啊或什么，可能人家觉得说偶像剧就是这样子，摆酷演讲话就算了，但是我会尽量去在里面去添加一些生活感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说，人家付我这个薪水来做这个。我觉得我的价钱不应该只是去摆喜怒哀乐摆酷，是应该是给予这个 service 再更多的一个东西。对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因为我经常说了，我说我更喜欢看到更多的演员，而不是看到更多的明星。中国明星一筐一筐的太多了，但能成为演员，而且自己想成为演员的人不多，这需要积淀和积累。再次感谢何润东来到金星秀，希望有时间咱们再多聊， OK， 好吧？早日找到你的那一半。好，奇葩婚礼趣事多，金星为您来盘点。一进门，我妈的胡子脸砰就踹了我一记，当机立断呢，到角落去把2个袜子给脱下来。感谢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，从今以后，我和某某某同志就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了。把我的头从车窗里伸出去，这么一看呢，上去了，上去，完美！观众朋友们，见识一下红双喜尿壶。金星秀，朋友们，还记得这对神奇的沙发吗？周迅做过了，结婚了；张靓颖做过了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；欧弟做过了，生小孩了；何洁做过了，都生2小孩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这是一对神奇的沙发。想要结婚吗？今天坐沙发，明天嫁给他。想要生小孩吗？今天坐沙发，明天就生出个他。今日大头兵只要88，马上坐沙发，马上有个家。这样啊，咱们抓紧时间，想要生孩子的先来，来，抓紧时间，来，自备零钱不找零啊。哎啊，没零钱啊，坐一下，来，抓紧时间，快走。
你确定你要做吗？我想试试。哎呀，哎，不行了，那个今天就做到这儿，好不好？来，赶下半场啊，回头再见。不好意思啊，金姐快来了啊，赚点小钱容易。哎呦，长本事了哈！哎呦，还送纸沙发呢。副业。老实待着去。哎，好，回头再做啊。怎么了？最近你们缺钱花还是怎么着啊？姐，咱工资标准低的还可以吧？不是姐，咱实话实说，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，对吧？对呀。什么时候不缺钱呢？不是，我什么意思，姐啊？你看最近呢，我就观察这个婚庆市场啊，特别好。你看咱金星秀这现场，灯光、舞美、摄像、音响都有，还有这段神奇的沙发，还有钢琴帅哥都有。哎，对，都有，对吧？我这么以后呢，咱这边白天呢就录脱口秀，晚上摆上桌，咱办那个婚礼，对吧？到时候你还能客串个司仪什么的，老赚钱了。还让我客串那个司仪是吧？对呀。妈呀，你不怕我这么一开口，嘉宾宾客们全吓跑了呀？谢谢大家啊！欢迎来到超能金星秀。其实啊，我们家小南说的没错，婚礼呢确实是不少人关心的话题。要不要办婚礼？办多少酒水？要不要请前男友？送多大的红包才合适？二婚的红包是不是可以包得少一点啊？等等等等，诸如此类的。所以今天呢，金姐就跟大家说一说婚礼这点事儿。金星手。等下个月，我保证给小南和我们的帅哥钢琴换身衣服。哎呀，看得我心里可老难受了。姐熏的我也老难受了。衣服都馊，你不会洗一洗呀？说到婚礼呀，印象最深的时候呢，还是我小时候参加婚礼的时候。那个时候的婚礼呢，怎么办的呢？我估计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没听说过，也没有印象。上个世纪70年代、80年代的婚礼，现在想起来就2个词：简单、甜蜜。煮一锅喜蛋，买几斤喜糖，打2个樟木箱子，再摆上一个吱嘎吱嘎响的双人床，嘿，就可以结婚了。这么简单？那个时候最顶级、最奢华的聘礼是什么呢？叫做3转1响带咔嚓。咔嚓，你们都不懂。3转什么呢？缝纫机是转的吧？自行车是转的吧？手表是转的吧？3个转。1响什么呢？一个收音机，1响带咔嚓照相机。哦，有这几大件就可以娶媳妇儿了。哦，啊，对了，还有32条腿儿。32条腿是啥呀？不知道了吧？嗯，32条腿是什么呢？双人床4条腿儿，啊，沙发4条腿儿，大衣柜4条腿儿，反正其他我记不清了，什么高低柜啊、酒柜啊、床头柜啊，反正7大件把它凑在一起，32条腿儿。如果这样凑齐了，这家人家算有钱的，很有面儿了。哦，是这个32条腿啊？啊，对呀。我以为说是新郎跟这有一腿，跟那有一腿。这小孩怎么做我助理呢？脑洞开的跟人不一样。想事儿想。换做现在，你想娶个媳妇儿进家门，你送给女方家32条腿做聘礼，估计啊，非得挨上32个澡堂腿不可，对吧？谁要你这个东西啊？可那个时候呢，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多简单呢。再说了，那个时候口号都喊得特别的响亮啊。轮到说结婚的誓词的时候，新娘就会说：“感谢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，从今以后，我和某某某同志就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了。”然后呢，新郎会说什么呢？结婚后，我一定努力学习，勤奋工作，携手并肩，走上建设伟大祖国的康庄大道。然后大家鼓掌。不是，姐这是结婚呢还是报告大会啊？你现在觉得特别滑稽是吧？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。但那时候结婚都这个样子，不像现在结婚的时候啊，动不动什么来亲一个舌吻。那个时候最奔放的节目是什么呢？就属吃苹果了。吃苹果。哎呀，
就闹洞房的时候啊，让新郎新娘站在一个小凳子上，然后从房顶上掉下来一个苹果，然后呢，让新郎站凳上就面对面一起吃苹果，往上面拿那个冻的苹果，呜上去了，呜上去了就咬，结果呢，好多新人最后把嘴唇都磕破了。那个年代的婚礼，留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呢？就是甜蜜。怎么讲呢？你想，我们小时候平时哪有机会吃糖啊？能吃到喜糖多幸福啊！那还不赶紧的呀！哎呦，有些不懂事的孩子拿了喜糖呢，还跑过去跟那个新郎新娘说呢：“叔叔阿姨，那你们啥时候再结婚呢？”姐，你不会说你自己的吧？啊，真是的，姐那时候乖着呢，没时间说废话，嘴上吃不惯往兜里塞呢。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有人家人喜糖特别丰盛，有橘子，有水果，还有花生，还有各种各种味道的喜糖。哎呦，我这兜里啊就不够放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说姐多聪明啊，小的时候哈，我可厉害了，我当机立断呐，到角落去把2个袜子给脱下来。那袜子反正挺臭的，那时候就穿一个塑料鞋嘛。完了以后装了满满的2袜子喜糖。我妈当时看在眼里呢。也不好发作呀，人家办喜事呢，人家办事打孩子多不好，给我妈给气的呀哈。然后我就喜滋滋的拎个2袜子喜糖回家了。一进门，我妈这虎子脸砰就踹了我一脚，啊，你老金这脸全被你丢光了，什么糖你没吃过呀？啊，真是的，我们平时会喂你啊，丢人！哎呦，平时我都躲呀，这顿打的时候，我2个手握得紧紧的，一声都不吭。姐，你这是打算反抗啊？没有，嘴里有糖，这手里还有糖呢。反抗什么呀？我手里握着2袜子糖嘛。虽然挨了顿打，可值了。这2袜子糖够我吃上1个月的了。吃完了那个糖啊，那个糖纸都舍不得丢啊，时不常拿出来舔，还舔一舔，舔得跟那个熨斗烫过了一样啊。哎呀，还舍不得扔，一张一张的用小盒子收藏起来。现在想起来，都满满的一盒子喜字糖纸啊，那真是甜蜜的味道啊！真的。你可拉倒吧。又装袜子里，又舔过，指不定啥味儿啊！有人说了，金老师，为啥你每次都讲脱口秀的时候有一个忆苦思甜的环节呢？我说的，你如果不了解过去人有多么穷，也就不能理解现在咱们的物质生活有多丰富。如果你不理解过去的欲望有多简单，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现在人心变得这么复杂。真的，金姐，我觉得现在啊，咱们从订婚车到办酒水，从拍婚纱照到请司仪，从来就没有简单过。连求个婚、送个戒指啥的，还得出动无人飞机。姐，那得有个半壁江山，你才能出动无人机。是，反正我们的婚礼是越办越复杂，对吧？越办越奢侈。就好比这个婚车。这婚车呢，原本就是接新娘和亲友的一个工具呢，结果呢，现在都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拼面子的仪式了。记得几年前，我们东北老家沈阳有一阵子特别流行婚车用那个加长的林肯。你想，加长林肯那多威风啊，对吧？往小区门口那么一停，一辆车就能堵住一条街，倍儿有面儿。对，记得当时遇到黄道吉日的时候啊，哎呦，全沈阳啊。仿佛满大街都是加长林肯，哎，我当时还纳闷了呢，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加长林肯呢？后来我看到有条新闻，豁然开朗了，明白了，那个新闻太好玩了，说是有一辆加长林肯在路上开着开着，突然啪一下子，一辆车变成2辆车了，变形金刚啊！什么呀？整辆车从中间齐刷刷的啪断开了。后来这么一调查呀，知道了，原来呢这压根儿不是什么加长的林肯，是那些无良商家把已经报废掉的林肯小型车拿来，然后从中间将车身给切开了，再用一整张钢板重新包起来做了车身，然后喷上漆，从外边看呢就变成了一辆加长的车了。妈的，太坑爹了！这种改装过的加长林肯，从外面一看你真看不出来，但就是有一个缺点，千万不能开太快了，这速度只要一快，一转弯，嗖，车头过去了，车屁股还在那儿呢，对吧？当然了，这加长林肯这种呢，属于穷人呢打肿脸充胖子，要个面子，对吧？
但土豪玩的就奢华了，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。给大家讲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。我去年呢曾经参加过一个婚礼，是我以前战友的一个婚礼。这位老兄呢原来在部队的，退伍以后呢开始做生意，这些年呢生意是越做越大。年前呢他就儿子要办婚礼了，好了，特意请我们几个老战友去参加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呢他把我们从城里的宾馆拉出来30几个人啊，一辆大巴。等车子下了高速以后呢，快到他们县城的时候呢，大巴就停下来了。然后你就看着高速出口啊，整整齐齐排着2行，30多辆车，然后我们就下车换车，1人1辆大奔。我呢在里面还算是个腕儿吧，对吧？就给我安排了第1辆车，劳斯莱斯幻影。哎呦，我都从窗户往外一看呢，哎呦妈呀，这阵势啊，左右两边还有摩托车的护卫开道。妈哟，就跟外国元首出访一样。我当时就嘀咕了，我说：“哎呦，至于吗？怎么搞这么大的阵仗啊？啊！”那司机啊，回头还笑眯眯地跟我说：“哎呦，这算什么，金老师？您瞧瞧您头上。”然后呢，我就把我的头从车窗里伸出去，这么一看呢，哦哟，2架飞机贴着我们的车队上方飞，就那种2个螺旋桨那种飞机啊，飞得很低。一面飞一面还洒出那个红色的纸屑、金色的纸屑，妈呀，就跟撒那个农药似的，把我们全当菜青虫了，是不是？说完这婚车呀，咱们再说那婚礼那个酒水，现在婚礼酒水也特别有讲究啊。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来上海，那个时候听说5星级饭店办一桌酒水，估计也就2、3千元就搞定了。现在听说在5星级酒店办一桌酒水，6000块钱都挡不住了。关键是菜呢还是那个味道还是一样的难吃。可就这样，你要是在名气大一点的酒店办酒水的话，还得排队呢，有的要提前1年预定才能排得到。我估计再这样发展下去，以后连结婚呢都得摇号了。想啊，这呢是在上海。可在北方呢，就是另外一个风景了。名著《红楼梦》里边不是有句老话吗？叫做“十里搭凉棚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”。我估计不少年轻的人都不晓得为啥吃个饭还要搭凉棚呢，对吧？哎呀，你就好像我前面说的那个土豪朋友，他们在县城办酒水呀，那个壮观呢。搭起了凉棚，600多张桌子摆成一排，你往那儿一坐呀，就感觉跟坐在长城上似的，蜿蜒曲折，远远都望不到那边那个头在什么地方。那天新郎新娘啊，从头到尾一直在敬酒，哎呦那个辛苦啊！你想啊，600多张桌子呢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在那里望眼欲穿的等啊等啊等，从中午等到太阳下山了，还是没有等到。是，路途太遥远了吧？才不是呢。这酒敬了不到一半啊，这新郎已经喝趴下了。等第2天要走的时候，我才想起来，哎呦，都忘记了，哎，那个新郎长什么样子来的？去年我听说那小两口离婚了，哎呀，我还在惭愧呢，哎呀妈呀，人家婚都已经离了，还没想起人长什么样子，我这回没参加。这2年呢，结婚还有一个过去没有的一个新趋势，就是什么呢？请明星。咱们南方这边呢含蓄点，你比如说江浙沪这一带的，喜欢请一些本地的电视台的主持人录段视频什么的，啊，一段话大概有3、5千块钱，请人家录段话，然后呢在现场架个投影仪放一放，哎呦，几个主持人轮番上来跟你说送祝福啊，搞得自己很有身份的啊。这是南方。北方呢流行什么呢？流行请明星，尤其咱们东北那旮瘩的啊，流行什么呢？请2人转的演员。哎，姐，那有没有人请你主持过婚礼什么的？哎，你还别说，真有人请过我，动过脑筋的。前不久有人托一个朋友过来说，想请我给他儿子做婚礼的嘉宾。那给多少钱呢？6万，不少了，姐。你太小看姐了，6位数。那你接了没有啊？没接呀。我说我没主持过婚礼呀。朋友说了，哎呦，金老师，你不用主持，你也不用表演，你到那时候到个场露个面，说2句祝福的话就可以了。我说开什么玩笑？我说我连那小两口都不认识，我说什么祝福语啊？
啊，我这么说啊，你们要感谢你们的爹妈，给你们生的四肢健全，不傻不野，走到一起不容易，好好过日子，好好生孩子吧。能这么说吗？对吧？姐啊，得亏没去啊！你要去了，真这么说，那6位数啊都不够医疗费的。是啊，我也这么想的。说可没想到我那个朋友说什么，行啊行啊，金姐金老师，我求求你了，姑奶奶，你说啥都行，只要你到场就给他们面子了。我说边待着去，什么叫给面子？好说歹说，我就是不肯去。哎呦，最后我那朋友跟我急了，当场就把脸拉下来了，说：“金星，咱们还是老哥们儿、老朋友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都跟他拍胸脯了。”我说：“你拍什么胸脯啊？”我这么想，如果你跟他是哥们儿，你去不就完事儿了？你去主持啊？他就很为难的说了：“说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人家把你的照片、海报都给贴出去了，你这不去他多没面儿啊！”哎呦，他这么一说吧，我都被他气笑了。我说承蒙抬举，要么我帮你联系了一下王祖蓝。完美。虽然我没去成这婚礼啊，可回头想想，妈呀，就这年头，请个不相干的人到现场说2句废话，就有人愿意出6位数的钱啊！你想想，这是为了排场，还为了什么虚荣心呢？对吧？这钱留给小两口过日子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如今不光办婚礼很复杂。就算是参加婚礼也挺复杂的。对，送红包特复杂。对了，那咱们就说收红包，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流行送红包了。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阵子，结婚压根就不兴送红包，送什么钱啊？都是送东西，送钱多俗啊！送什么呢？送些洗脸盆、肥皂、毛巾、枕巾、热水壶。等会儿姐，你别忘了，还有这个。小南，你连这你都随身带呀？那是，你是尿急啊，怎么着啊？哎呦，观众朋友们啊，见识一下。哎呦，这个我得拿过来。哎呦，这真是不算是宝物吧，也算是一个有记忆的。观众朋友们，见识一下红双喜尿壶，又叫国民尿壶，又叫子孙桶。哎呀，那个时候结婚呐，最兴送这个了，有时候还在里面什么放点枣啊、花生啥的，讨个口彩，叫做什么呢？早生贵子。哦，我记得我们家汉斯刚来中国的时候啊，第一次见这个东西还挺纳闷的呢。你拿这个放在眼前怎么看呢？摸了半天，研究了半天，最后说：“金星，这个花瓶好奇怪。”我心里话，奇怪什么呀？尿急的时候就不奇怪了。姐，你快给我吧，我要钱。那个时候呢，结婚呢都是以送东西居多，缺啥就送啥。也对呀，现在也是啊，现在就缺钱呐。是，可你说这送红包啊，是越送越复杂了。要不要送红包？送多大的红包？送少了吧没面子，送多了吧又怕自己吃亏，将来熬不回来，对吧？这年头啊，送红包都是有学问的。哎，姐啊，那你一般参加婚礼都送不送红包？送多大的呀？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小朋友的婚礼，我准备了一个红包，那伴娘接到我红包的时候啊，明显手抖了一下子。哎呀，那得多大呀？这么大？少说得个100-200块钱吧？没有。我是提前1天啊，专门挑了个特别精致的水晶镶银的相框。姐，我不是说你这种事就做得出来也。这种礼物才让人印象深刻呢，对吧？对，印象肯定深刻。多少年之后，那新郎就问新娘：“亲爱的，还记得这个相框是谁送的吗？”那女就说了：“当然记得呀，最抠门的金老师送的。”我知道，肯定别人觉得，哎呦，曾老师真是的哈，送礼物可以，但你送点现金呢，对吧？但是我总觉得，慢慢的，等大家的婚礼不那么铺张了，这送红包的风气也会慢慢会转变了。在那个德国，我先生汉斯他们老家，德国那里面，他们那儿结婚根本就都不送红包。你如果参加一个德国人的婚礼，包一个红包的话，不管多大，你都会惹怒他们的，因为他们觉得你是很没有诚意的，连买礼物的心思都不肯动，拿钱答对人，谁不会呀？对吧？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德国汉斯朋友的一个婚礼，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德国人的婚礼，我就跟汉斯打听说，你们德国人一般结婚送什么礼物啊？汉说，金星，你别那个担心啊，也别瞎操心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的。结果，那新娘和新郎可实在了，没过多久就把结婚请柬用电子邮件给我们发过来了，顺便也发了一个结婚愿望清单，
这德国人结婚太实惠了，一般是家里缺什么还需要什么，还少什么，结婚前他噼里啪啦打一份清单出来，叫做结婚愿望清单。我和汉斯分到的是什么呢？是餐具。结果呢，我就专门带去了一套咱们中国景德镇生产那个瓷器的餐具。那天晚上晚宴结束的时候，汉斯啊跟我说：“哎呦，金星儿，你这礼物可选得真好，把他们两个夫妻乐坏了。”我就回了他一句，我说：“汉斯，你可真是太老实了哈！人家知道你有个中国太太，所以才分配你买餐具的，对不对呀？你要是娶个澳大利亚太太，人家肯定写给我们送一双 UGG 吧，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你也送红包，他也送红包。过几年呢，他哪里还记得到底是谁包了多少钱？可你想，那对德国夫妇呢，每天吃饭的时候端出那套景德镇的餐具的时候，马上就想起汉斯和他中国的老婆，多有心呢，对吧？有人说了，结婚呢就这么一次，婚礼呢总要办得热热闹闹的才有意思，对吧？那是不是只有砸大钱才能办出一个热热闹的婚礼呢？对，我看未必。啊，我给大家说一个故事，是我一个闺蜜的婚礼，她的名字呢我就不提了，也是我都懒得问了，肯定是个名人。是的，我的闺蜜呢有钱有名，而且还有型儿啊，而且呢，我觉得她的婚礼办得特别的有心。这闺蜜呢是北京人啊，之前结过一次婚，那次呢没有办什么婚礼，有些遗憾。第二次结婚呢，她就打算办得热热闹闹的。不对呀，姐，人家二婚不都是不办婚礼吗？哎呀，是你那么想的。我这闺蜜是喝洋墨水长大的，对吧？她哪在乎什么二婚不二婚呢？她9婚她也办。她先生呢是个外国人，一个外交官。照理说呢，他应该办一个西式的婚礼啊，对不对？就跟我们那个周杰伦似的啊，到国外找个教堂、古堡什么的。可我那朋友，我天生就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类型啊。我记得他结婚前跟我说他向往的是什么？就是那种办一场有中国传统风味的婚礼。我刚开始还没明白呢，我想就穿个中式的旗袍啊，对吧？贴点红颜色的喜字不就完事儿了吗？结果那天结婚的时候，我到化妆间一看呢，妈呀，把我吓了一跳！一身大红棉袄、大红棉裤，还有一对绣着鸳鸯鞋面的绣花鞋。我当时看完这个新娘打扮，我说妈呀，你这么穿就跟拍电影，是不是等几个壮汉把你拉到高粱地里去？然后那姐妹说：“哼，星儿，这算啥呀？等会儿让你见识见识新郎官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新郎官来了，哎呦妈呀！那个新郎官穿的啊，你说一个老外吧，穿的长袍马褂也就罢了，戴了个瓜皮帽，胸前配了个大红花，乍一看呢，不像那外交官，特像那个大地主，还特缺心眼的大地主。然后呢，门口呢站了2个新郎官的同事，也是2个金发碧眼、身体特别健壮的老外，一身中式短褂，那个衣服还太小，毛茸茸的胳膊露在外头。抬了个轿子，在门口就等着接新娘了。哎呦，这一路上啊，前后还有人吹着唢呐喇叭，滴啦啦滴啦啦。哎呦，新郎在前面走的，轿在后面跟着，那绝对比那个加长林肯拉风多了。然后呢，2个老外呢还故意学中国人颠轿子，把我们这一路亲朋乐的呀，真当喜剧片看了。不知道的人在马路边过来都停下来，以为这是拍古装片呢，都想看看那新娘长什么样。婚宴的地点的选择的也好，也是个古色古香的北京四合院。等这一进院子了，哎呦，画风就变了。新娘子这脚一迈出那个轿子啊，新郎官迫不及待把那盖头啪就给撕开了。然后新娘说的：“哎呀，憋死我了，这还能给我结婚吗？”完了往新郎怀里这么一泡，2个人就亲上了。我们在旁边提醒他，我说：“哎，干嘛呢？新娘子矜持点啊，这是中国的大家闺秀，你干什么呀？”然后呢，唢呐什么都不见了。突然在院里换上了时髦的什么呢？爵士乐队，自助餐咵咵咵咵就端上来了。新郎呢就搂着新娘啊，在庭中啊翩翩起舞啊。宾客们端着香槟呢就聊天了。嘿，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西式的 party 了。那天所有的朋友都玩得很嗨。临走的时候呢，我有点小激动，姐呢也喝了多了点，我就冲着新娘说：“我说亲爱的，太羡慕你了。”这婚礼办得太有品位，太棒了，他听得特别开心。然后，不过呢，那天我不说喝多了吗？我临走还补了一句，我说的，下次再办的话，早点通知我啊。婚礼呢是给自己办的，为自己开心，为将来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可是呢，
咱们现在不少婚礼呢，不是给自己办的，是给别人办的，是为了向别人证明咱不差钱，或者干脆是为了赚钱。所以，看了我那姐妹的婚礼呢，那时候我就想，将来我办婚礼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像她一样，办一个用心但不奢华、快乐却又独特的婚礼。不是，姐，你还要办婚礼啊？我没办婚礼呢。我跟汉斯结婚的时候没办过婚礼，不过呢，我跟汉斯说好了，等我们的孩子都成年了，我们2个老头老太太再补办一个婚礼。然后呢，我儿子带他的女朋友，女儿带她的男朋友都过来捧场，把这个婚礼办的呀，嗨，就是一个大 party， 热闹一下，给父母一个交代，给朋友一个热闹的理由，仅此而已。期待哟！谢谢大家。婚礼这点事儿呢，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。接下来是有话问金姐，估计啊，今天又有不少天方夜谭的问题，且待我一一评说。金星手，谢谢，欢迎大家回到超能金星秀。接下来的环节就是有话问金姐。我再次提醒大家啊，如果你想提问的话，请关注超能金星秀的微博和微信的公众号，2个渠道都可以给我们提问留言。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问题。金姐，张靓颖近日在个人演唱会上公布恋情。但是在看到媒体的报道时，我觉得"逼婚"这个词用的特别的刺耳。同样是问对方愿不愿意跟自己结婚，为什么男的就叫求婚，女的就叫逼婚呢？难道女生就没有主动权利吗？你们看过靓颖在现场表白那个视频了吗？你看过没有？现在我真没看过，要不看一遍？真没看过，来咱们看一下啊，来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你现在愿意娶我的老婆上吗？靓颖还有一首歌献给大家，谢谢。求婚！求婚！求婚！其实当天晚上这个演唱会结束以后呢，靓颖就给我发了微信了。她说："姐，我知道她当时都懵了，有点尴尬，但是呢，我不后悔。我就是唱着唱着，突然想起了你跟我说过的话，我才决定了迈出这一步的。"听了这句话，我特别感动。作为一个女人，那一刻呢，她只是回到了爱情里，做了她最想做的事情而已。所以说呢，女人有的时候啊，真的需要勇敢一点点，活出精彩的自己。想唱就唱，要唱得响亮；想爱就爱，要爱得漂亮。再次祝福靓颖。金姐最近陶喆开记者会，公开承认出轨，并在现场播放 PPT 为自己辩解，将过错都推到了小三杨紫晴的头上，暗示并非自己主动，而是对方勾引。对于娱乐圈层出不穷的出轨男，您是怎么看的？我是怎么看的？我已经看够了，不想再看了，也看不下去了。出个轨，别整得好像你还挺受委屈似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么多出轨男，就你会做 PPT 啊，是吧？还图文并茂，头头是道。知道的是你出来道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开产品发布会。提了裤子不认账也就算了吧，回头还把这口水都吐到了女人身上，这种渣男，不对。连男人都算不上，就剩下一个字：渣子。金姐最近上映的国产动画片《汽车人总动员》被网友指责严重抄袭美国大片《汽车总动员》，但是该片导演对此并不承认，还倒打一耙，骂网友是新时代的汉奸。金姐，对于这种导演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来到金星手。金姐，对于这种导演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哦，人家叫《汽车总动员》，你就来个《汽车人总动员》，那人家还有个《海底总动员》呢，你是不是准备再拍一个《海底捞总动员》？一个抄袭者，手上干的是小偷的勾当，嘴里呢讲的是流氓的逻辑，
居然还好意思骂网友什么汉奸？网上有句话说得好啊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贱则无敌。跟这种无羞耻、无底线的人，你还理论什么呢？作为一个有节操的观众，对于这种抄袭来的电影，我们大家一起不去看就行了。尤其是不要带自己的孩子去，省了把咱们孩子的三观都给带歪了。最近2天，南昌大学和南京大学为了南大这一简称，展开了抢状元之后的又一次高校掐架。卷入南大之争的学校还包括南开大学、南宁大学、南通大学。金姐，高校为争夺简称开撕，您怎么看？这问题我不能回答，这问题得为我们东北林业大学的毕业生来回答一下。其实姐，我们北大呀不存在这种问题，我们呢学参天地德合字，这个还闭嘴吧你呀！哎呀，得了吧，打住了啊！叫我说呀。自从你们北大出了这么一个活宝，都不该叫东北林业大，应该直接叫林大。为啥呀？啊？为啥？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啊！说的不就你吗？我也纳闷了哈，我也不知道最近咱们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怎么了，天天狗撕猫咬的啊！简称有什么好争的呀？你就好比我们中国舞蹈界有4大芭蕾舞团，对吧？中央芭蕾舞团人简称叫中芭，辽宁芭蕾舞团叫辽芭，广州芭蕾舞团叫广芭，天津芭蕾舞团人就叫京芭。真这么叫的，又怎么样了呢？对吧？一个行业里有先后高低，按照实力和水平来排的，简称什么的，大家叫的方便就行了，至于那么较真儿吗？啊！姐姐，我是一个选择丁克的女人，但前2天在微博上看到自称最不想生孩子的徐静蕾，其实早就在美国选择了冷冻卵子。我不明白，既然她标榜自己不结婚、不要孩子，到现在找后悔药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吗？金姐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吧，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想法是不一样的，谁也不能为将来打包票。徐静蕾呢，有可能目前确实不想生孩子，但说不定过2年脑洞一开，就突然很想要孩子了呢，对吧？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卖，但任何事情都有后路可留。既然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一步，干嘛不给自己留一手？明星也是人，你就不允许人家收回以前说过的话吗？改变以前做出的决定了吗？说白了，人动人的卵子，你丁你的克，对吧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，别老是天天对着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的，闲不闲的慌？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！啊！还没有媳妇儿的男士们，竖起耳朵听好了，你的眼神方有火焰，欲望的火焰，左眼睛勾搭人，右眼吓唬人。这面看的是观众是这样的，那面咵我该怎么办？抬起来抹大白，不是我眼睛糊，是你眼睛瞎。你那个红沙发，啥时候我也去坐一坐？按照现在的话说是男闺蜜，谁陪我去趟洗手间？